我是 Stella。总统大选结果出炉，今天针对美德配的房市政见做懒人包，并且分析2024年房市，让大家快速掌握2024年的房市动向。那就一定要提到住宅3件政策啦。第一件就是100万租屋家户计划，2032年要达到50万户的社宅供给。那租金补贴要增加到每年50万户的家户补贴量。那同一年就是2032年要达到社会住宅、包租代管和租金补贴的100万租屋家户的总目标。不过我看这个进度是有一点缓慢的，那就看未来是不是能够加速。那第二件呢，就是囤房税的全国归户，就是减少闲置的房屋，然后再将这些闲置的房屋来增加租屋的供给。那这个详细的介绍可以看我之前的影片。那第3件，延续青年安心成家优惠贷款的政策，来补贴青年啊、首购族啊的购物负担。这个会需要拍一部片解释吗？如果需要的话，再来留言给我吧。另外还有延续之前提过的333优惠，也就是3税减免、3费补助和3年服务，提供税负减免，也就是房屋税、地价税和租金所得税，还有费用补助和3年的免费服务。什么样的费用补助，什么样的免费服务，详情又可以看我之前的影片了。想不到吧？我都有做相关的影片哦。为的是鼓励房东参加包租代管计划，来提升包租代管的户数。还有一个是进化的社宅包租代管计划，简单来讲是长者换居，让包租代管业者协助房客申请租金补贴专案。长者已经身障者可以用无电梯宅加入包租代管，以换取住进电梯宅，享有更安全的居住环境。那我们就简单整理主要针对的重点，推动社会住宅，改善租屋环境，还有首购族群的优惠。所以说未来房市到底如何发展？那我们就先看2024上半年吧。它总统大选的不确定性已经解除了，原先呢还在观望的首购族，因为新青安房贷政策出手购屋，因此呢还是以刚性首购、换屋自住这样的需求群体为大宗。上半年会有过去因为总统大选的因素而递延开案的预售屋案会陆续的出笼，同时呢也包括329档期的大量推案，囤房税3读通过的消息面，这个利空算是消化完毕。毕竟在上一次的影片我们也提到，2025年才会收到的税单越接近可能才会越有感，有递延的效果。所以呢，预估房市的买气应该是价稳量增。那上半年讲完了，那2024的下半年呢？虽然说有望降息，但是因为预计2025年要开征碳费，这个确实是还没有确定的时间表。但是2026年欧盟正式开征碳关税，台湾的产品要出口势必要提前做衔接，这样呢就会使得下半年碳税开征议题反应发酵，房屋单价在天花板，可是却难以下跌，可能导致卖方没有降价的意愿，可是买方又在等价的情形。那也因此交易量就会降低，它就会呈现量缩、价格小小的修正，然后盘整的情况。加上囤房税是在7月开始真正施行，离2025年收到税单更接近、更有感了，所以我认为下半年应该是偏空盘整。那我刚刚也说了，是我认为，所以以上呢都是我的个人看法，有兴趣可以下方一起讨论。那最重要的还是按赞、订阅、小铃铛。那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